Hello， 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川哈。今天我们讲一下罗一文烧了安倍晋三这一个新闻哈，讲一下人生2次上日本新闻头条的华人哈。那么最近岸田内阁焦头烂额，国葬处理安倍呢，引发国内争议啊。关键点就在于你一个党的领导人有什么资格用国家资源呢？同时呢，安倍自身也不受日本媒体精英的待见哈，他拼命的被抹黑哈。但是呢，相比下面这个消息呢，什么国葬争议啊，不受待见那都不是事儿哈。日本杂志周刊新潮最近爆料啊，安倍国葬使用的火葬公司居然是由中国人控股的东京博善啊，而大股东则是在日华人罗一文啊。一辈子反中韩的安倍晋三，临到末了被韩国邪教害死，被中国公司烧掉啊！你说他的人生是不是有够悲催啊？这其实也体现了日本社会受到严重的中韩渗透的现状。但是今天我们抛开安倍用生命献祭中日韩友好这件事情，我们专门来聊一下送安倍上路的在日华人罗一文啊。那么罗一文出生在1963年4月29日，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。1989年的时候呢，26岁的他呢来到日本，就读于日本东京大学。但是呢，注意一点，东京大学虽然是日本最好的学府，但是罗一文并不是东京大学的正式学生啊，他是东京大学经济研究科的研究生啊。那么中国的研究生的意思呢，和日本是不一样的。中国的研究生呢，就是指在读修士啊，而日本研究生呢，其实就是旁听生的意思啊。他拿不到所谓的这个学校的学位啊，但是他可以听这里面的课程呢。那么最终呢，罗一文呢由研究生转为横滨国立大学的修士哈，并顺利的从横滨国立大学毕业啊。那么这其实也很优秀了，就横滨国立大学在日本也是个挺好的大学哈，所以呢也能说明罗一文呢其实脑子是蛮聪明的哈，在日本华人里面算是顶尖的哈。那么毕业之后呢，1992年罗一文呢在时代开了一家书店哈，并创立了中文导报哈。那么中文导报在当年的各个语言学校呢都有放一份哈，是免费的一份报纸哈。上面主要写一些租房啊、补习啊，还有跟华人有关的乱七八糟的广告哈。反正这个报纸啊，正文是没有任何人要看，大家都是去拿那个报纸去看广告的哈。所以呢，你可以说罗一文和法轮功起步是一样的，大家都是搞报纸搞起来的。那么2006年呢，罗一文开设了上海新天地免税公司，搞日本免税店事业。而在2008年前后，一个巨大的转机降临到了罗一文的头上。当时在日本知名的秋叶原的地标之一劳克斯陷入了破产危机。劳克斯呢是日本最初贩售家用电脑的家电销售企业，在1990年代呢是生意最辉煌的时期。很多日本人第一次配电脑的时候呢，都跑到店里面问这个问那个。店里面总是排着满满的人潮，因为那时候的辉煌呢，劳克斯呢就申请了东京股票市场2部的上市哈。那么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呢是分1部和2部哈，1部就是指最为优良的日本企业哈，而2部呢就说比1部稍微差一点，但也是非常优秀的企业。劳克斯能上2部呢，也代表它的经营当时是非常的优秀的。但是在进入2000年之后呢，各种家电新贵呢群起攻之啊，像什么山田电器啊、什么唐吉诃德啊，这些就是卖非常低价的电器的这些公司呢越来越多。这个时候劳克斯呢就有点力不从心了，而且呢经营不善，而业绩持续下滑。那么竟然沦落到了要破产的地步哈。那么知悉了这个消息的罗一文呢，凭借着做免税店生意时和日本家电业打下的人脉，以及自己这边和中国的联系，自告奋勇的就前去寻找苏宁洽谈。那么苏宁在2006年之后呢，其实进入了快速扩张时期哈，通过银行大量的融资，大举走并购路线。那时候不但进军足球界、房地产界，还收购世界豪门国际米兰。在那个时候完全不缺钱的苏宁的眼里呢，这个卖身求存的劳克斯呢，看起来价格非常吸引啊，可能还不够国际米兰的一个零头啊。于是，在反复的谈判和拉锯之后呢，苏宁就收购了日本劳克斯。而罗一文因为居中协调有功，正式成为了劳克斯的社长。当时中文导报以及新天地的一群人呢，也就鸡犬升天，一下进入了最高管理层呢。有一句俗话这么讲嘛，马云讲的嘛，遇上了风口，猪都能飞嘛。2012年的时候呢，安倍晋三呢就当选了日本首相，这就给劳克斯带来了一个最大的风口啊。当时安倍晋三瞄准的就是观光立国，同时还看上了中国的富裕阶层。因此在上台之后呢，他大幅度的缓和了中国人来日旅游签证的限制，同时呢也提供免税政策，还在经济上实施安倍经济学，让日元贬值，增大出口啊。那么双管齐下之后呢，中国大妈突然开始口耳相传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去日本买东西便宜啊，比香港都便宜啊，那赶快去买，是吧？所以照理来说呢，罗一文的领导班子呢，本来只会搞搞报纸或者搞搞免税店啊，本来是很难拯救一个家电量贩店的一个劳克斯的啊。但是呢，安倍经济学这股风潮一吹呢，免税店模式居然
居然有戏啊！LOX 呢因此大幅度的改革，基本上按照免税店的模式陈列商品，家电量贩店里面开始陈列化妆品啊、保养品啊、零食小吃啊，还有包括什么劳力士啊、名牌表啊、名牌包，这乱七八糟一大堆，并结合导游带团入店啊、购买商品返点奖励的方式呢，硬是把 LOX 做得有声有色，赚得盆满钵满哈。说实话呢，当年导游带团入店返点还不是啥光彩的模式哈，而且当时的日本呢都是走高价团，就很少这种低价团，然后有导游返点的这种模式。但其实在香港和韩国的低团费团呢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哈，所以日本一开始这种模式之后呢，立即就能吸引到很多导游入坑嘛。就是他们做这个事情呢，他们对日本虽然一无所知，但是他们对卖东西他们很了解，怎么把东西卖出去他们很清楚啊。所以当时搞这个模式呢，一点都不缺人才啊。而且相比韩国和香港而言，日本的团呢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公平一点，就是你买东西呢没有他们那么坑的。韩国和香港呢已经卷到什么程度了，是吧？所以 LOX 销售迎来了井喷。2015年日本流行语大赏就出现了 LOX 所代表的中国人爆买这个流行语啊。那么当年罗一文还作为代表上台，在全日本面前举起了爆买2个字啊。当年中国大妈在日本双手提着10个电饭煲、10个马桶盖这样的豪气行为啊，甚至成为了银座和秋叶原一景啊。当时你就看银座和秋叶原都是马桶盖和电饭煲啊。但是这种商业模式呢，其实很容易被复制哈。现在你去日本的家电量贩店里面去看呢，布置已经和免税店趋同啊，基本上也都是化妆品啊、酒啊、零食啊放一堆哈。然后呢，2楼才开始卖家电啊。所以呢，既然大店都已经抄袭了你这个营业模式之后呢，游客呢就不愿意再去你这种 LOX 这种小店了嘛，那当然就去那种更大的什么 Big Camera 啊，或者是尤多巴西。于是，在2016年以后呢 ，LOX 的业绩呢实际上一直都在缓步下滑。当时罗一文团队呢也想了很多方法来拯救业绩，比如说在千叶买下大楼做房地产租赁啊，或者是转行做饮食业啊，做这个高端餐饮啊，吸引游客消费啊。但是从转行餐饮这个选择上，你也可以看见罗一文的才能呢，其实也是有限的，因为他提出的餐饮概念竟然是高端自助餐呢。我们学商学的一般都会研究人的需求啊，研究人的欲求啊，就自助餐到底是满足什么需求的？那当然是低价吃到饱的需求啊。那吃自助餐的大部分都是什么呢？都是低收入层啊，很多都是做体力劳动的，而高收入层呢，他们都是做脑力劳动啊。他们的欲求是什么呢？反过来，他们不想吃太多，他们控制体重是吧？他们要吃精吃好，那么他们怎么会觉得自助餐有什么吸引力呢？对吧？所以呢，这种转型呢，其实自带着矛盾，它注定是做不好的。总之呢，房地产转型、餐饮转型以及包括贸易转型这一系列的变革措施呢，都没有办法拯救 LOX 的业绩啊。都是2020年开始疫情大规模的冲击旅游市场啊，成为了压倒 LOX 的最后一根稻草。那么疫情2年之后呢 ，LOX 原有的43家店铺大规模的关闭，现在只剩2家店啊。大部分员工呢无事可干，或做派遣或转业哈。罗一文呢只好转移视线，瞄准了日本的火葬市场。那么他就收购了东京博善的股份呢。这个公司呢就一个公司包办了东京9个火葬场，其中的6个啊。那么，但是呢，说句实在话，和 LOX 相比呢，火葬场那点收入啊，当然不算什么哈，它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收入哈，它只是保证你不会没饭吃哈。但是好巧不巧呢，安倍被烧的事情呢，又把罗一文推到了这个新闻的头条。罗一文也成为唯一一个在日本全体国民当中引起2次波澜的中国人。但在我看来呢，我就是信玄学了，是吧？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。那么罗一文赚钱呢，靠的是安倍。安倍上位，搞出了爆买，搞出了安倍经济学，才有罗一文的免税店啊。那么安倍去世呢，那么罗一文送上最后一程，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。你说世界上哪有这么样的巧事，给你带来钱的那个日本首相，最后你亲手把他烧了，给他送上一程呢？同时呢，通过回顾罗一文大起大落，有成功也有失败的人生呢，其实我们也知道哈，就是没有人说自己做商业呢能够一本万利，每次你都能赢呢。基本上你做商业呢，你有成功就有失败啊，10次选择你做对2次，你不就成了日本最知名的华商了吗？所以呢，失败并不可怕，怕的就是你失败了不敢再尝试啊。好吧，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就做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记得点赞、分享、小铃铛哈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啊，拜拜。